各位朋友大家好啊，这个酷泰科15号咱们评测视频都已经放出来了，还没有看评测视频的朋友们，我把视频的链接放在屏幕上，点击链接直接去观看这个酷泰科15 Ultra 的详细的评测视频。说实话啊，我现在才把 B 站这个充电的功能才搞懂，可以说是 B 站的一个包月功能吧，也算是对我的一个支持，有20位朋友在帮我充电，非常的感谢你们，谢谢你们的一直以来的支持，感谢各位铁粉们帮我充电啊！我们话不多说，这一期视频就是拆解这一个酷泰科15 Ultra。酷泰科15系列最强的一个充电宝，整体全是酷泰科经典的设计元素。我们拆解的话，还是从这一个后盖这里下手，直接用撬棒把它撬开。像这种充电宝拆解的话，首先破坏的就是它的外观，大家不要去模仿啊。还有内部它有锂电池，拆解的话很容易把锂电池伤到，会发生不可估量的后果啊。所以说大家不要模仿我们做拆解的。用热风枪把这上面加热一下，这上面是有背胶的。这个充电宝已经拆的外观非常丑了啊！看一下这个盖子拆下来，全部变形了。上面有双面胶连住电池，卡扣全部拆报废。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进去，这内部有3颗螺丝。螺丝卸掉以后，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板子给它倒出来。这一个15 Ultra 它内部的构造的话，相较于其他的版本的电能柱有了不一样的改变。这上面有麦拉片贴住进行绝缘处理，包住这个电池和主板。这是另外一片麦拉片。主板的话是2层啊，这上面有一层主板，这下面还有一层主板，然后中间是一个固定主板支架。它为了加强散热，中间这个支架不是塑料的，是铝合金材质的。这是 Type-C 一口，直接就可以把 Type-C 一口这一个模块取下来。它是采用排针的方式连接到主板上面，主板上面喷了一层3防漆，卸掉主板上面的螺丝，断开屏幕排线。我们用撬棒慢慢的把这个上面第一层主板把它撬出来。主板也是通过排针跟底部的主板进行相连，2片主板中间有这么厚的散热硅脂贴贴在上面，利用这一个铝合金的中框进行散热。中框上面有4颗螺丝进行固定，我们小心翼翼的分离中框和底部这一个主板，这里有一大片散热的硅脂贴在这个中框上，利用这一个铝合金的支架进行散热。电池的输入端正负极有硅胶垫垫在这里做绝缘处理，电池模组通过裂片点焊连接到主板上面，我们用打磨笔把这里打磨掉，把它断开。这2个 NTC 热敏电阻我们也要把它取下来，电压检测线缆我们也要把它拔掉。这是充电宝的最底部的一个主板，这底部一样的有散热的硅脂贴贴在上面，电压检测线缆上面都有绝缘处理。这是固定电池和主板的塑料框架，电池这一边一样的有双面胶贴在这里，把电池粘住。这个就是这一个15 Ultra 的电池模组，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主板，然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它内部电路的情况。这个酷泰科15 Ultra 超级电能柱全部拆解下来，这个充电宝电路设计独具特色，创新的双腔快充采用的是2路完全独立的升降压电路，由锂电保护芯片发送电池电压状态的信号，和内部高精度电流采样放大监测芯片监测输入电流的情况，最终由 MCU 主控芯片来控制充电宝的双腔快充，而且2路 C 口的协议芯片也是用的 MCU 的单片机控制，这样的话信号互换来得更加精确，整个电路电流情况更好控制，这也说明了酷泰科
科工程师确实够厉害。我现在就是从电池端到输出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15号 Ultra 超级电能柱的电路及元器件。这个库泰克15号 Ultra 电能柱用了4串2并8颗18650的电芯，厂家的话来自成立于2001年，23年时间已发展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锂电池平台公司惠州的亿纬锂能。这8颗电芯的型号是 INR 1865025P， 单颗电芯容量2500毫安，8颗等效的话大概就是2万毫安。电芯的官方参数我放在屏幕上，有需要的可以截图保存。两头都有耐高温的绝缘胶带缠住进行绝缘处理。这一部分电路就是这个充电宝的锂电池保护电路，由保护 IC、NMOS 开关管、采样电阻、NTC 热敏探头、电压采集线缆等元器件组成。这个锂电池保护芯片适应型号 CM1341DAT， 来自成立于2017年一家专注于电池管理和电源管理芯片开发的公司——深圳市创新微电子。这是一款专用于4串锂铁钠电池的保护芯片，内置高精度电压检测电路和电流检测电路，通过检测各节电池的电压、充放电、电流及温度等信息，实现电池的过充过放电、均衡断线、低压进充、放电过流、短路充电过流和过温保护等功能。锂电池均衡电路由贴片电容、4印 2A 的 PNP 3极管、4印1001的贴片电阻构成，用来均衡电压，延长电芯的使用寿命，提高电路的安全性。电池保护芯片的后面，这里有2颗 NMOS 开关管，4印型号6512，来自成立于2000年一家专门从事电源类集成电路设计和生产的公司——美国 AOS 万代半导体。这2个 NMOS 的规格是蓝牙30伏，内部的导阻仅仅 1.7毫欧。顺便说一嘴，MOS 管这种元器件内阻越低越好，当然内阻越低的话，价格就会相对来说要贵一点。2颗 R003 的贴片电阻用于4串2并电池组的输入输出电流取样检测，电池的单体电压检测线缆通过这一个端子连接到主板上面。2颗 NTC 热敏探头用于电池内部温度检测。充电宝这一个副主板上面这一片电路为充电宝的主控 MCU 和协议 MCU 的供电电路，使用2路降压电路来实现对3颗 MCU 芯片的供电。第一组降压电路4印型号 HMFVB 6角降压芯片，实际型号 SY7302ABC， 来自成立于2000年致力于高功率密度、高效率电源芯片研发销售的公司——美国的西力捷半导体。这是一颗支持3伏到33伏电压输入的降压芯片，搭配使用4印 4R7 4.7 微亨的电感，组成一组降压电路，将电池端的电压降为12伏的电压输出。第二组降压电路4印 LU GPA 的降压芯片，实际型号 SY8301， 一样的来自美国的西力捷半导体。这是一颗 7.4 到40伏输入电压，输出电压为5伏的高效率输入同步降压稳压芯片，配合旁边这一颗小型的电感，组成一组降压电路，接收第一组降压输出的12伏电压，并转变为稳定的5伏电压输出。一颗4印 L7JOH 的线性稳压芯片，实际型号 TPL720， 来自成立于2012年一家由美国硅谷著名 VC 投资的半导体公司——苏州 SRIP 微电子。这是一颗高性能及低压差线性稳压调节芯片。这个芯片接收第二组降压电路输出的5伏电压，转换为稳定可靠的 3.3 伏电压，为充电宝的3颗 MCU 芯片进行供电。这个库泰克15 Ultra 超级移动电源的主控 MCU 4印型号 CH32V303， 来自成立于2004年一家基于自研专业接口 IP 微处理器内核 IP 构建芯片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南京庆恒微电子。这是一颗基于32位 RISC-V 内核设计的工业级通用微控制器，配备了硬件堆栈区、快速中断入口，在标准内核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了中断响应速度。搭载庆恒微电子自研的轻科 V4F 微处理器内核，加入单经典浮点指令集、扩充堆栈区，具有更高的运算性能。充电宝的显示和各种强悍的功能都是由这颗 MCU 配合其他2颗协议 MCU 共同实现。充电宝的显示屏被镶嵌在这一个铝合金的中框上面。这个充电宝 Type-C 1口和2口升降压输入输出的电路采用的是一样的方案，不一样的是它们的功率输入输出的规格是不一样的。Type-C 1口和2口的电池端电流输入输出滤波采用的是片式堆积陶瓷 MLCC 贴片电容，2路各使用10颗。这一面这里5颗，这里5颗，然后反面的话一样的有10颗。Type-C 1口和2口电流端电流采样电阻
C1 口的功率需求比较大，采用的是2颗 R010 贴片电阻 ，C2 口的话采用的是1颗 R005 的贴片电阻。Type C 1口和 Type C 2口两路升降压电路用的升降压电感都是采用气泡线的铜丝3线并绕制作而成，内部冠有导热硅胶进行加强散热，外部有热缩管套住进行保护。Type C 1口和 Type C 2口升降压电路的同步升降压 NMOS 开关管，两路都是采用的4颗，组成全桥拓扑电路，实现高效的输入输出双向功率流动。Type C 1口 NMOS 开关管4颗型号都是66406，跟电池保护开关管一样，来自美国的万代半导体，规格是赖亚4磁伏，内部的导阻 6.1 毫欧。Type C 2口 NMOS 开关管4颗型号都是6354，也是万代的产品，规格是赖亚30伏，内部的导阻 3.3 毫欧。Type C 1口和2口的升降压电路的升降压控制器芯片都是一样的型号，两颗升降压控制芯片的适应型号都是 SC8815，来自成立于2015年国内领先的模拟和嵌入式芯片设计企业之一的上海蓝星半导体。这是一颗支持双向充放电带 IRC 接口控制的升降压控制器芯片，支持最高40伏输入和输出的电压，提供完整的充电循环管理。通过 IRC 接口可以很方便的设置充电电流、充电电压以及其他参数。内部集成10比特 ADC， 提供各种弯扇的保护功能，从而保证各种异常情况下的安全。Type C 1口和 Type C 2口的 USB 协议芯片适应型号都是 94P829， 来自成立于2006年从海力士半导体公司的单片机方面分离重组出来的一家公司 ABOV 现代单片机。这是一颗高集成 USB Type C PD 微控制器，符合最新的 PD 3.1 标准，最高可在28伏140瓦的高电压下充电，支持多端口，还提供了针对部件放置空间优化的解决方案。内置8比特 M8051处理器，可编程，可实现定制的系统管理功能，可为 CC 线路提供内置过电压保护，防止 V-bus 意外短路时损坏。Type C 1口和 Type C 2口升降压电路另外一端的输入输出滤波电容，采用的是固态电容加6颗 MLCC 电容组合进行滤波，两路使用的贴片式固态电容，来自1984年成立以研发制造销售铝电解电容为核心的企业香港东家电子。这个电容的规格是100微法，赖亚35伏，属于东家电子 VR 系列高温波电流低阻抗贴片式固态电容。旁边的 MLCC 电容这边一共6颗，背面的话也是一样的，有6颗。Type C 1口和 Type C 2口升降压电路另外一端的电流采样电阻都是采用的 R008 的贴片电阻。这是 Type C 1口的多重保护机制电路， Type C 2口的这里有几个元件，然后这里有几个元件，组成一个多重保护机制电路，采用思印511和0016的2颗放电电阻和思印 K72 的 MOS 管，组成多重保护机制电路。放电电阻防止电芯过度放电， MOS 管用于电源开关和过流保护，两者配合以提高电源效率和能量管理。Type C 1口和2口升降压电路各有一颗6角芯片，这是 Type C 1口的，这个是 Type C 2口的，它们的适应型号都是 9A2NV， 实际型号是 TP181， 跟前面 MCU 供电电路线性稳压芯片一样，来自思睿普微电子。这是一颗高精度零漂移双向电流监测放大器芯片，芯片适时监测双向输入输出电流情况，并反馈信号给 MCU 芯片，从而提高充电宝的高功率充放电使用时的可靠性和安全性。Type C 1口的输出 V-bus 开关管采用的是2颗 PMOS 开关管，适应型号 AP，实际型号是 LPB8413， 来自成立于1971年国内一家以芯片设计半导体器件制造与销售的企业乐山无线电，规格是赖亚4磁伏，内部的导阻12毫欧，2颗开关管串联降低导通电阻，提高开关速度，减小开关管功耗，降低发热。Type C 2口的输出 V-bus 开关管同样的是采用了2颗 PMOS 开关管，适应型号 4423P， 来自成立于2016年由重庆渝江新企业管理和美国 AOS 集团共同合资组建的一家芯片公司重庆万国半导体。这2个 PMOS 的规格是赖亚30伏，内部的导阻 7.4 毫欧。这一颗 MLCC 为 Type C 1口的输出滤波电容， Type C 2口的输出滤波电容在这里。 USB-A 口降压电路的电路部分在这个大主板这一部分和这一部分为 USB-A 口的
降压电路。USB-A 口降压电路电池端电流输出滤波也是采用片式堆积陶瓷 MLCC 贴片电容。这个板子上面这里有2颗，背面这里还有1颗。另外这个小板上面这里还有一部分。USB-A 口降压电路的降压电感采用4印 2R2 2.2 微亨的合金电感。USB-A 口降压电路的降压控制器芯片4印型号 SC8101，一样的来自蓝芯半导体。这个芯片支持 4.4 到32伏输入电压，提供高精度的输出线流，总输出功率可以通过一个电阻器来编程。内部集成了高低侧 NMOS 开关管，具备线损补偿、频率设定、芯片外围元件精简，可以实现用户不同应用的最大功能，还支持全面的保护功能。USB-A 口的 USB 协议芯片4印型号 SC2153A 也是来自上海蓝芯半导体，这是一颗支持 PD、DPDM 快充协议的控制器，内部集成反馈环路，支持用 DPDM 接口的专用快充协议，内部集成32位高性能 MCU 内核，集成 24KB 单次编程存储器和2KB RAM， 针对各类快充协议集成了 USB PD 物理层、Type-C 检测、DPDM 快充协议物理层、WeCom 供电等丰富全面的保护功能。USB-A 口降压电路电流输出滤波也是采用片式堆积陶瓷 MLCC 贴片电容，一共10颗，这边有5颗，这一边还有5颗。USB-A 口的输出 V-Bus 开关管4印型号 8205B， 来自成立于70年代初国内半导体器件专业研发制造商佛山的蓝剑电子，公司前身是佛山市无线电市长。这是一颗 N 沟道双 MOS 管，也就是一个芯片内有2个开关管，2颗8205并联使用，降低导通电阻，减小待机功耗。这一颗2205贴片电阻用于 USB-A 口的电流采样，这一颗是 USB-A 口的输出滤波电容。这一个酷派科15 Ultra 电能柱3个充电口都设有 ESD 防静电二极管，用于静电防护，确保内部芯片的安全。这是 USB-A 口的防静电二极管，这个是 C2 口的防静电二极管，这是 Type-C 1口的防静电二极管。其中大功率2个 C 口还设置有4印 24CA 的顺态抑制二极管，确保充电宝大功率输入输出的安全可靠性。这是充电宝的3个 USB 连接器，2个 Type-C 口，1个 USB-A 口。A 口内部色片为灰色，光滑细腻，没有毛刺。Type-C 口内部色片为蓝色，做工都是非常不错的。这是固定电池和主板的一个塑料中框，上面有 PC 加 ABS 阻燃材料的标识。充电宝的后盖壳体上面一样的有 PC 加 ABS 阻燃材料的标识。充电宝的主壳体内部 PC 加 ABS 阻燃材料的标识，并且这上面还有一层铜箔的导热片贴在这一个主壳体上面，进行加强散热。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双腔快充在电路里面大概的原理。充电宝在没有电的状态下，主控 MCU 检测到2个充电口同时插入充电器，并监测到电池保护芯片电量状态为0，此时 MCU 发送满功率信号给这2颗协议 MCU 芯片，开启165瓦双口满功率自充，2路电流同时流入锂电池保护电路。充电的同时，2颗高精度的电流检测放大芯片随时检测电流状态，并适时反馈信号给主控 MCU， 用以保护整个充电宝的安全性。与此同时，锂电池保护芯片通过采样电阻也在适时的监测输入电流的情况，并适时反馈电池的电量。当主控 MCU 监测到电量冲到 60% 左右，就会发送信号给2颗协议芯片 MCU， 功率减半，冲到 80% 的电量， MCU 芯片就会命令协议芯片关闭 C2 口的自充，直到充满电。这就是这一个充电宝工作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原理吧。这个酷派科15 Ultra 超级电能柱拆解下来，用料的话确实是没话说，电路设计也没话说，全部一线大厂的元器件，大胆创新的双腔快充设计实在是令人折服。喜欢电子 DIY 的老铁们，你们说我说的对吗？而且300多的价格，你让那些动辄700、800、上千的移动电源情何以堪？我这个拆解应该是全网最详细的拆解，没有之一。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我这个频道，你们喜欢看什么产品，我尽最大努力安排。有你们的支持，我不宠你们，宠谁呀？大家说对不对？老铁们，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吧！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